外国人啊，学会的第一句话大多是你好，谢谢。可是越南女孩子脑回路不一样，她们学的中国话是老公我爱你。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受邀参加越南统一50周年阅兵这事儿啊，本来大家都不知道，直到越南人把他们女孩子撕心裂肺的喊中国兵歌老公的视频传到网上，中国人才知道。说心里话，越南人对中国仪仗兵的反应啊，我有点意外。他们不是号称他们的军队仅次于美俄，是世界第3吗？中国人很难忘记40多年前那一仗，你吃我的喝我的，最后你还咬我。当年的白眼狼如今像狗一样哈着你的时候，说明你真强大了。仔细对比一下中越仪仗队，他们努力模仿着中国，走的也挺齐，可是老觉得差点什么。他们那小腰板啊，怎么老觉得它挺不直？国人感慨，模仿了这么久，这回终于让你们看到了我汉家威仪。真正大国的气度啊，它是模仿不来的。美国对越南和中国同时加了关税，这越南是秒跪，而中国第一个带头打响了抗美的第一枪。一个国家的仪仗队体现的是这个国家民族的骨气还有底气。几天以前，有个伊朗的女网红在游览完桂林之后，哭着提醒中国人：你们中国人难道不知道你们的国家到底有多好吗？评论区直接就炸了，大家纷纷反省，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别人眼里竟然是神仙般的日子。这位玛雅姑娘在海外有几百万的粉丝啊，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物。可是这回她来桂林惊掉下巴了，打车不用带现金，进景区不用门票，手机一刷就完事儿，想吃啥外卖一会儿就能到，半夜馋嘴了想吃夜宵，下楼走几步就是灯火通明的小吃街，这在伊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最让他感动的是，他在丽江做竹筏子，船工大爷怕他热了，直接把草帽摘下来给他遮阳。去菜市场买菜，摊主阿姨怕他不会挑，手把手教他挑最新鲜的蔬菜。他说这种安全感和善意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根本就不敢想的。这玛雅哭得稀里哗啦的，说到激动之处，他直接大喊：我要中国护照！他这一哭啊，哭的中国人都心酸了，大家都在评论区里劝说：姑娘啊，你别哭，你这么一哭啊，我们都觉得自己太生在福中不知福了。还有一件事，有一个巴基斯坦的外甥来探望在中国青海居住的舅舅，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孩子就被眼前的一切都惊呆了。他真的就像孩子一样，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好奇。第一次看充电汽车，恨不得趴在地上观察。到了舅舅家，舅舅给他介绍陌生的全自动洗衣机，他轻轻抚摸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冰箱。第一次看到外卖送到家里，他好奇地问：不用付钱吗？舅舅告诉他，手机上就可以买东西。舅舅对他说：中国24小时有水有电有天然气，你看外头那马路上总是灯火通明。外甥最后坐在地上，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温暖。在发福的舅舅面前，外甥显得特别瘦弱。网友说，这视频看一次心酸一次，但也自豪一次。这一刻终于体会到了李鸿章当年去美国旅游一圈回来之后的心情。中国最牛的地方，不是把自己变成人见人怕的列强，而是把别人眼中的天堂活成了咱们的家常。